大家好，不知道各位对星爵的主题曲还感到喜欢吗？星爵作为首位装备不用满就可以 T3 的角色其实各位也可以想做，这个是官方给我们玩家做的一个选择啦。因为毕竟是随着剧情的跟实施任务的需要，我们一定要 T3 这个星爵嘛。那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T3 的工具人嘛。所以官方并没有说刻意要让我们把它装备升满。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什么会没有让我们送我们一只满装的星爵？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可能也有蛮多玩家的星爵都有升装备了嘛。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官方也没办法想出该怎么去归还这些资源哦。就像当初赠送的那个免费 T3 券有没有？免费 T3 券，它也没有让我们已经可能装备加23、加24、加25的玩家归还那些资源呢。但也因为免费 T3 券它是免费的而今天我们要拿到 T3 的星爵，也是因为我们有花费了打8折的资源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差异啦。其实这个操作我也说不出个大概反正就看各位要不要把它装备升满毕竟既然都已经有了 T3 星爵了，不使用它这个角色好像也有点浪费，不是吗？但是说真的，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使用这个角色，我还是建议这个制服要买，毕竟这个制服的强度跟之前的制服真的差异太多了。好，那么首先就进入正题一样看到我的星爵啦。那我的数值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几乎都快全满了一样是攻速满、暴击满。那爆伤的话是差了一点点毕竟我真的爆伤侮辱差太多了，有缺太多了，就凑不到神话。那武士防御满、冷却满、回避也满。再来呢，我们看到它的装备的部分就是都满的，我把它升到满装了嘛。然后穿插了几颗奥丁乌鲁，英雄类型升到了强化3。那再来同位数的话是觉醒满的芬诺克尔力量的，一样特装的话就是给它装备了狂怒的 CTP。毫不吝啬T3 角色我的打算都是让 T3 角色给到他最好的资源那制服的话也是在第一天就给他升级到了神话。那目前呢，我就有这一件咒域装甲没有神话而已，所以我的角色排名还没有说到很前面目前那些很前面的角色的玩家啦，应该都是把制服升好升满了。我可能会看倒数这22小时，再决定说把制服给升满，然后好去拿这些活动奖励的资源毕竟它还是有2颗觉醒的同位素，不要浪费接着看到它的技能部分说真的，官方给它的 T3 技真的很有诚意跟同为爆破属的绯红女巫比起来这个才叫做 T3 技好不好？绯红女巫那个 T3 技真的是有够废的废它就是有昏迷3秒、陷阱3秒，然后沉默3秒嘛。不过它这个沉默3秒是对那个血怪是没有用的所以各位可能不要以为说它的 T3 技可以让血怪沉默，没办法，它没办法靠 T3 技去断红。再来就是它的减防官方也给得很慷慨就是它的上限是70%，所以说你打世界王的话，你可以把它搭配巫毒博士或是白虎都可以。然后爆伤是加40%，还有保证暴击加40%。那剩下的就是无敌8秒然后解控还有它有那种双 buff 就是 buff 攻击防御加50%，还有暴击加30%，这些都给的很高但因为是 T3 技没办法说让这些数值都做一个常驻所以我还是建议它的暴击跟回避能满就满如果是你装备狂怒特装的那个情况下再来就是它的这个 T2 被动我们原本以为看到它的能力是武器装甲，可能想说它可以让模仿大师当他的工具人但是因为模仿大师的它的保证暴击并没有星爵的那么高所以他们这种2种同类型就是有保证暴击的东西只能择一而已，所以势必的啦，模仿大师的被动
会被星爵这个飞行者给盖过，所以你把他的工具人给魔法大师去当的话，基本上魔法大师的T2被动在他身上是没有用的啊，只能取反派身上这个来做使用而已。然后这是 S1、S2、S3 有减防，然后又有额外冲击伤害。那 S4 的部分呢，我都称这个为水枪哦，因为它几乎都射水出来，然后有免伤5秒了。这里是 S5 的部分哦 ，S5 部分有龙炮，然后它又有加攻45%哦，然后它 S5 是可以断的。等一下最后大概教大家大概怎么去放它的接击哦，然后它本身有保证回避40%。然后就是他的队长技啊，穿上这件新制服之后，他的队长技又变更高了，原本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技能该怎么放比较好？我的建议就是5，然后就接 S4 啦。那因为你的 S4 还有着免伤嘛，那就看你是要放 S3 啊，还是 S1， 然后就是 S4 这样子，我都是这样放的啦。那因为它的 S2 是没有免伤的了，所以就是 S4 放我都会放 S2， 然后再放 S3 或 S1 这样子。那它 T3 应该怎么放比较好？就是5C T3 就可以了。它 T3 是没办法断的哦，所以不要想说它 T3 可以断的。那它有一个缺点是，它每放 T3 动作都变得很缓慢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特效太华丽了。然后可能官方的那个记忆体承载不足，所以它每次放 T3 的时候，我们画面都很卡。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星爵在极限盟战的表现哦。其实，在无限制这一天呢，其实雪怪的他的能力跟条件啊，跟男性爆破英雄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会有护盾啊，就是阻挡20次伤害的护盾。所以我在无限制这一天测试男性爆破英雄啊，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那如果用星爵去做搭配的话，男性爆破英雄的组合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就是工具人考森嘛，然后再配一个独眼龙。因为独眼龙的话，队长机是35%啦，但是星爵的队长机是55%。那要独眼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还有被动能攻30%能伤，所以第二个工具人是放独眼龙，然后只要把星爵自己放队长就可以了。那就来比较一下，就是目前3位比较常使用来打极限盟战的角色啊，就比如说 X 教授、狂怒基宝跟狂怒星爵哦，3位角色一样都是要狂怒特装啊，才会在极限盟战的分数好做一个比较，看谁到底打得比较高。那目前就我得知啊，是可以成功3次断红的基宝是最高的，因为基宝的技能有一招是可以让雪怪沉默，那好去可以做断红。其实 X 教授也有啦，但是 X 教授的招式比较难抓，所以绝大部分的盟战高手啊，他们还是都靠基宝来去做断红，因为就我们得知嘛，雪怪的每红一次，它的防御就会提高很多。所以要成功断红啊，才不会去影响我们后面的一个输出，然后好让自己拿到更高的分数。那星爵呢，就因为我在前面有讲过啊，他的 T3 技是没办法断红的，所以星爵就是只能打雪怪啊，然后我们给他的伤害的分数就会越来越低，因为他就是会成功3次红叫嘛，然后他的防御就越来越高了。但星爵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起码他的 S3 啊，跟他的 T3 技是有减防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打出一点分数哦。那就我目前的比较啊，星爵的分数大概是比如果3位角色都没有断红的情况下，星爵的分数是比较高的啦。那当然了，如果X 教授跟基宝都有成功断红的情况下，星爵就是输他们了。那会有人想要用星爵、考森跟基宝来去做测试吗？但是相对的，他们要给出的资源就更多了，因为将变成说基宝跟星爵都有狂怒 CTP 了。不过应该不会有人想要这么做吧？这样耗费的资源真的太多了齁。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的话，也许星爵可以打出的分数会更高哦，就是靠着基宝断红的情况下啦。因为就我目前打出这样的分数啊，
是比我断红一次的基保还要高，因为我断红一次的基保大概是可以打360万啊，而现在这个就是在没有一次断红成功的情况下的星爵打出的分数大概是快400万，所以刚刚的片段呢，就是星爵在极限盟战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就是看星爵在隐喻90成爆破乱斗的表现呢。我在录这边的同时啊，我忘记把星爵的 S5 做锻造了，所以就看我呆呆的把星爵的 S5 放到完哦，我就这样傻傻的看他一直跳着我。但其实我们就是真的不用去让他 S5 放到完了，我们就他 S5 按一下，我们再去放其他招式，他的 S5 的伤害其实会持续的做输出啦。如果是真的是靠5C4 再放 S3 的话，应该是可以打更快啦。所以真的不要像我一样哦，就是呆呆的让他 S5 放到完了。我是后面去测试世界网的时候才想到说，对哦，他 S5 可以断招，我怎么会忘记了？然后也可以看出星爵只要每放出 T3 技啊，那个伤害真的算是蛮强、蛮可怕的哦。接着就是看他在世界网的表现哦，就是如果前面讲的，因为星爵的 T3 技的减防上限是70%，配上白虎啊，就白虎可以让他的减防上限变成98%啦，因为白虎的正义是40%嘛，所以靠着白虎的话，其实星爵的 T3 技可以在世界网的减防做一个很好的发挥。那当我们在星爵的 T3 技放完之后啊，他后面的招式啊，其实打出来都还蛮痛的哦。所以光 T3 技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星爵可以，他算是在爆破英雄啊 T3 爆破英雄里面是排名前几位的。如果以打世界网来说啦，因为他的 T3 技有减防，真的是太实用了。不过他就跟奇异博士比的话，还输蛮多的啦。因为奇异博士他一次就是扣60%，而星爵的话，他虽然上限是70%，但他一次扣的趴数就没有像奇异博士那么高了。而如果你要说绯红女巫的话，绯红女就更不用说，她的 T3 技废的要命啊，都是靠真实伤害在做输出的哦。然后我这边放白虎呢，一方面是要看他的争议嘛，再加上说白虎穿支线制服啊，他对应该说他的工具的能力可以再做大幅的强化啦，因为他穿这件制服之后，他对队友啊都还有一个攻击加成的能力哦。所以虽然星爵没有领导力啦，但是还是可以放白虎。然后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模仿大师啦，依旧我们都知道，模仿大师他对于有着武器专家的成员啊，他的 T2 被动啊，有提供的技能的增伤跟保证暴击嘛。那因为如果前面所说的啊，星爵他本身就是有30%的保证暴击了，而模仿大师这个能力值就会被他星爵的本身 T2 被动给盖过去了，所以变成说我们放模仿大师就不太有用了。那刚刚就可以看到星爵打80成的星海还算是游刃有余哦，但是因为剑防的上限真的没有像死侍的那么高哦，因为死侍本身就是100%了啦，所以你要再打更高的楼层就真的是有上限的，有极限的。那再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星爵打恶魔凶刃的表现哦。那因为星爵本身它是有无视回避40%，所以我们只要放3位无视回避小帮手就可以了。那再来一位呢，我建议是放女巫，因为凶刃啊，他真的太会乱跑了，所以他真的很需要女巫来做控场。他比较不像星海啦，因为星海的话，只要我们星爵就是一直狂丢技能啊，因为星爵这次新制服的技能基本上都是3招是自空的啦，而星海就是只能呆呆的站在原地看星爵跳舞了。但凶刃就没办法了哦，凶刃他不像是星海那么的笨哦，他因为凶刃靠的就是灵活嘛。所以当我们星爵在跳舞的时候，凶刃随时都可以去断我们星爵的招式，所以一定要放一个控场的小帮手才好去打凶刃啊。那我们这边看下来的表现啊，其实打80成也是差不多可以的，但用再打上去真的是有极限的啦。再来就是加码今天的世界网吞输了。
就我们所知嘛，吞书它是不吃减防的，所以星爵的 T3 技打在吞书身上啊，真的就是只能靠它的真实伤害而已哦。另外一方面，比较有缺点，就是因为吞书它每到一个血量的一个固定的值啊，它就会做一个移位嘛，所以我们星爵的 T3 技没办法放到完哦，因为它不像罗南一样，不像电影的罗南一样会呆呆看着星爵跳舞，那想说他在干什么？吞书不会啊，吞书它就是血量被你打到一定的固定值，它就会转换身形了，所以我们的星爵 T3 技真的很难去做一个很完整的输出啊，这缺点还蛮大的，因为我们星爵一定就是他的 T3 技要跳舞跳到完，他的全部的输出才会出来嘛。那中途只要被断掉了，就没办法了，他没办法做一个比较瞬间的输出啊，这是星爵打巨大头目一个比较吃亏的地方哦。然后各位看嘛，目前我们这3位都是比较强劲的输出手，然后变成说小美她也没办法做一个很完整的输出，因为那个吞星就一直在切换的，所以小美她的 S 应该说她的 T3 技也射不出来，反而变成是第一名是她的那个普通技能就很强劲的纳摩。这个就是当3位都是强劲的攻击手的时候的一个其他角色的一个缺点啊，然后纳摩反而会比较吃香。后面就加码一下，星爵系真的是可以靠跳舞把秦葛给打死啦。不过这个只限于装那个贪婪特装的秦葛俩，如果是装无敌特装的就打不死了。但是星爵的那个技能空档真的太大了哦，只要稍有不慎就是被秒杀。所以这件制服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星爵没有露出像他在漫画中那么帅气的脸庞哦，还要戴着一个头盔啊，可能。说真的，官方可能真的不太想做出脸啊，所以都只做出头盔而已，比较好去捏那个模组。那特效的部分呢，我认真觉得太花俏了。就比如说它的 T3 技好了，放出来我们的画面一定都会变得比较卡、比较慢。这个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缺点，我真的希望官方会在后面做一个优化。而它伤害的部分呢，也不算是很强啊，不过就说真的，它的 T3 技。做了一个很好的救场，真的，他真的是靠 T3 技在吃穿的哦。如果没有 T3 技啊，说是其实这件制服今天也真的还好而已啦，就算是还好。真的 T3 技救了他太多了。而保命的部分呢，我们先不要算 T3 技哦，其实他的其他技能都变成一个是蛮滞空的状态啦。所以今天你就算装备了机动的 CTP 了，你也可以靠着5C4啊，或是5C3之类的一个组合技来做出一个很完整的输出啊。这点我觉得这件制服是还不错的，尤其它这件制服又有保证回避30%。而它作为目前游戏版本第一位不用满钻就可以 T3 的角色啊，其实表现真的没有那么差啦。然后只是真的一定要买这件制服，不然你穿旧制服啊。就算他 T3 呢，还是个废物哦。变成说没有 T3 技，只能靠着其他的技能来赶快把 T3 技给弄出来，那还不如买这件制服好，让他的其他技能都可以那么的有用一点。以上就是我对于本次新制服星爵的评价及解析，谢谢各位收看。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及点点小铃铛，我是九剑华道，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你干什么要拍照？爸爸，你干什么要拍照？拍你唱歌啊！你要不要再唱一次？